怎么了？突然这么说？不是，这只是我一时失误。我之前不是和你说，最初几次收到斯芬克斯的挑战书时，我没在意吗？那些天，我一直把箱子放在房间里，时不时翻看下里面的东西。斯芬克斯肯定是因此认为箱子对我很重要，能以此要挟我，才会趁我晨跑这个空档偷走箱子的。你放心，那之后我就立刻把房子里里外外都彻查过了，没有异常。真的，只是我一时失误而已，不是他有什么特殊之处。是啊。这个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哎呀，我只是不小心失误了一下嘛，你就别再追问了。啊？这个需要保密，怎么了？是啊，但我们不是已经把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老同学们全部排查了一遍吗？他们中没人同时具备作案能力和作案条件。我之前也这么猜测过，但我问过了，他们说不是他们。这个。是啊，这个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斯芬克斯只是个普通人，如果动用特殊权限去寻找他，那岂不是胜之不武？我是通过侦探圈里的人脉取得了一些信息。侦探圈里有自己的内部消息，很多时候都不会发到网上。然后我又陆续根据这些信息做了一些调查。当然，其实我之前就想告诉你的，不过前段时间我们不是都有点忙吗？我一时忘了。你想先知道什么？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打算的。最早一条和斯芬克斯相关的帖子，差不多是3年前发到网上的，所以我收集了近3年来魏明市所有退行侦探的资料，然后逐一进行排查。
标记为存疑的这些人，他们的退行原因要么说的闪烁其词，要么存在逻辑问题。而且没有一个人肯主动承认自己的退行和斯芬克斯相关。我也是这么推测的，但他们又不是犯罪分子，我当然不能逼问。我已经像你说的那样查过了，我和他们假装在酒吧偶遇，借着酒醉闲聊过一些。你表弟也是侦探啊？真巧，我有个朋友也是，不过他不久前退行了。退行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都干了好几年侦探了，我真是想不通怎么突然要退行。我问过他好几次，他都不肯说。有一次气急了，他就发狠骂了句“斯芬克斯”。你表弟也是侦探的话，听说过这个名字吗？这我知道。说实话啊，我表弟退行就是因为他。你表弟也退行了，也和斯芬克斯有关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杯酒我请，哥们儿，你和我说说呗。哎，最开始啊，是他接到一个挑战书，上面写着什么斯芬克斯的谜题。我表弟以为是有人恶作剧，刚好那天我也在，他就带着我一起调查着玩嘛。哎，结果查到一半，他突然脸色变了，自己一个人走了。好几次，我试图套我表弟的话，问他关于斯芬克斯的事儿，他只肯说是猜谜输了，愿赌服输退行。这理由多蠢呢！我就想套他的话呀，结果吧，试了几次，每次一提到斯芬克斯，他就很警惕。有一次，他都喝醉了，我本想着酒后吐真言嘛，结果他一个机灵，居然酒都醒了，这么严重啊？这听着就像斯芬克斯和侦探们是有什么恩怨似的。难道你表弟那段时间惹上了什么人？哦，对了，他那段时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？没有啊。硬要说的话，我感觉他那段时间特别赚钱，虽然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，但那会儿我们每次出来玩都是他买单。哦，有一次好像是办成了一单大生意，他一时嗨起来了，还请了酒吧所有人一轮酒。哎呦，只不过是猜谜输了嘛，何必退行呢？哎呦，这么自由又赚钱的工作，不好找啊。其他人的说法也大概如此。确实，关于这一点，我也有疑惑。对了，你表弟退行之后在做什么？目前还是在家里蹲，毕竟他在外地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也许等过一段时间，会重新开始干侦探吧。外地？他去了别的城市吗？难不成也是因为斯芬克斯？不至于吧？斯芬克斯有这么可怕吗？不知道，但他每次提起斯芬克斯，都特别警惕。我之前还想他是不是被威胁了，让他报警，但他坚持说没有，就说自己是愿赌服输。奇了怪了，这家伙以前10次有9次都是说到做不到的呀。
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。那些侦探都不肯承认被斯芬克斯打败过，所以不可能从他们口中拿到谜题。我向那些人的亲友打探了一下。斯芬克斯的谜题吗？我当时看过，但是，哎呀，那些谜题太弯弯绕了，我看完就忘光了。后来我再去问我表弟要，他说扔了。那也不错了呀，我朋友根本就没给我看过谜题。哎，哥们儿，你再说说，有没有什么特殊记号、图片之类的？我想想，那个斯芬克斯发来的挑战书上有个符号。这是他当时画下来的。没错，斯芬克斯的挑战书，还有他每次留下的字条上，都有这个符号。纸上附带的物质我已经做了鉴定，是剑兰花的花粉，品种也是卫明市里最常见的。唉，是啊。我查了一些存疑侦探的过往履历，他们中不少人的名声都不太好，比如为了钱什么委托都接之类的。一两个人的话也许是巧合，但存疑名单中有一多半都是这样。我怀疑这些人可能是斯芬克斯刻意挑选过的。是啊，比如说惩治卫明市的不良侦探之类的。这个确实。也还不能这样下定论吧，毕竟我们还没查清真相。啊，我哪有？是你有点反常。律师的信条不是法院判决前，所有人都只是嫌疑犯，不是罪犯吗？好了，我知道大律师是为了我的事着急，才会失去理智的。感激不尽。我没有。我就是觉得他还挺聪明的，所以多罗列几种可能而已。比如，他有可能只是因为特殊癖好而作案啊，像是想完成一个击败卫明市所有侦探的完胜记录之类的。哦，没事。可能是最近空调吹多了，
有点上火吧？没有，你放心。你之前有其他案子在忙啊。再说我的工作时间自由，随时有空就随时查一点，就积少成多了。好，今天不行，斯芬克斯再重要，也没有我们的日常生活重要啊。不可以因为它打乱我们的计划。我们不是商量好了要去试吃那家网红餐厅吗？时间差不多了，走吧。